你们大家呀，对于我们家这个小混血其实有点误解。很多人认为，虽然他是一个混血，但是他不会说英语。其实你们都错了。实际的情况呢，他汉语也不咋地。造成这些的不是天灾，全是人祸。张大铁不会说英语这事儿吧，他有点出圈了。我和他爸其实还没咋着急，但是观众都急，尤其是回到了铁岭，给铁岭家乡父老可急坏了，愁够呛，以至于全铁岭人见到拿铁都来给他补英语，那英语补的。万3000。拿铁，今儿舒服了啊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他能不会说英语吗？不会说英语。你不会说英语啊，宝宝？这叫 girl， 无糖 fruit。watermelon， 这个毛毯叫 pig， 知道不，宝宝？这有屁有屁。啊，这个宝啊，记住这叫框框。你爸是加拿大人吗？那咋说 ？UK 呀 ，UK 呀。宝贝，你晚上吃饭去没有啊？哎呀，拿铁好丢好丢。家人们，谁懂啊？在铁岭人的帮助下呀，张大铁的英语呢比馅儿都碎，比馅儿都碎。那么咱再说他的汉语是怎么沦陷的呢？拿铁的奶奶温迪啊，在加拿大也听说张大铁不说英语这事儿了。那温迪马上8月份就要带着拿铁的2个姑姑来中国了。那奶奶肯定想让孙子跟他说话，跟他近乎啊。但是一看他这大孙子，这坚决不说英语，咋整呢？老太太就在加拿大开始猛练汉语，天天用汉语跟拿铁视频唠嗑。Was she Russia? Oh no, I knew it. 我笑，我笑。So Lorimi， 我们的国家我不是文，不是他在吃啥？在吃啥？发现说汉语他孙子也不接茬，于是叫来了拿铁的姑姑玛丽莎，一起练了一首网络神曲，唱给张拿铁听。宝贝，这个吗？1、2，想挖对了吗？宝贝，这个梦会想得随我，得随我。张拿铁不禁仰天长问呢，这什么声音？所以现在张拿铁呢，英语是铁岭人补的，汉语是加拿大人补的，在双语教学上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各个维度，凭借着铁家两地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所有的不利因素充分发挥到了极致。你看张拿铁汉英双语这个问题，本来是瘸腿，但是人定胜天，硬给治成了瘫痪。哎，俺家张拿铁呀，办加拿大护照的时候被加拿大给拒了，不知为何加拿大人不认可他是加拿大人。是这样的，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像我们家这种父母一边是中国人，一边是外籍，这些串啊可以同时拿中国的户口，也可以拿外国的护照，一直到18岁之前可以脚踏两只船，直到18岁的时候自己选择一边，放弃另一边。张拿铁呢，虽然出生以后就没离开铁岭，但是在奶奶温迪的眼中呢，孙子一直是一个加拿大的游子，所以就一直盛情邀请这个从来没出过国的张拿铁回一趟他的故乡加拿大。我们寻思呢，可能将来有一天是要去看看，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给他办加拿大护照。我们是今年6月份提交的申请，把张拿铁所有的情况都解释的清清楚楚。他爸就等着，哎，一拿着护照，带着拿铁衣锦还乡呢。结果4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信儿。拿铁衣服都很紧了，依然无法还乡。我们寻思咋回事呢？然后前天就登录网站查了一下他的办理进度，一查很刺眼呐，拿铁章未被受理。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哪些疑点，让加拿大方对张拿铁是加拿大人这个事儿颇有微词。当女一看儿子未被受理的结果，那气得口吐芬芳啊，跟我说：“你说加拿大作不作？人口本来就不多，又拒一个，又拒一个。关键是吧，张拿铁的户口前2天不让他奶给整丢了吗？现在呢，家方又拒绝，在身份这个领域上啊，看起来很光鲜，实际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在张拿铁的户口得到补办之前，这个人在宇宙里很神奇，他存在，哎，他又不存在，他是一个户籍黑洞，薛定谔的铁，薛定谔的铁。然后通过护照这个事儿哈，我就发现大胖媳妇整个这个人有很大变化，被我妈同化的非常严重。我跟我妈说，我说张拿铁这护照的事没办下来，我妈说，那你俩不知道努力吗？照搁以前吧，大胖媳妇肯定怼他，结果这次来一句找人。我妈说，哎，让铁岭户籍科给递个话，这相关部门系统都联网的。大胖媳妇说，那给送点锦旗啥的。我妈说，锦旗不行，你得整个月饼啊，这个大闸蟹呀，这个礼盒之类的。大胖媳妇说，懂，月饼底下放张卡。俩人就击掌相庆了，还得我说你别搁这扯淡，现在没有人整这事儿了。他这个被同化体现在方方面面，买了3箱帮宝适拉拉裤，说是搞活动。我说现在用京东 Plus 囤帮宝适不用等折扣。这一天从北京到铁岭，张拿铁在高铁上跟着一路折腾，帮宝适散热拉拉裤全程 hold 住，所以家里离不开帮宝适兜着，大人少操心。最严重被同化的就是儿子的教育问题。张拿铁不是被双语幼儿园给拒了吗？他以前根本就不在意，说咱儿子最适合应该去母校，去什么双语？现在被我妈洗脑呀，认为教育非常重要。昨天跟我说，实在不行咱也找人，不行的话我打个电话，咱领他去找我老公吧，能给办。我听完都懵了，他以前也没提过有这个人啊，唠半天我才明白，他认为他现在汉语越来越好了，开始炫技了。他认为中国人的汉语好，最能体现炫技的一个技巧就是缩读，比如你把工商银行简称为工行，这就能体现你汉语好。他也炫技，他想说的是不行的话找人，找他以前工作过的幼儿园，也就是他老的工作，他自己给缩写了，结果就是要领我和孩子去找她老公，找她老公。我今天在东北，说话叫啥？
张小铁，你加拿大护照没办成。可是我赢了。拿去，我给你。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们别跟别人说啊！今年过年，我妈一年到头舍不得花钱，到大年初一给孩子包的压岁钱，最后被温迪给花了。当时那场面吧，还真挺壮观的。孩子们只要说一句“姥姥过年好”，我妈就给1摞5块钱。姥姥过年好，好，给一个。姥姥过年好，姥姥过年好，再给。姥姥过年好。当时温迪在旁边啊，我真是使出吃奶的劲儿薅着温迪，要不然他说啥就要上，高低要加3也给我妈刻一个，跟我妈说句“姥姥过年好，姥姥过年好”。因为温迪被这个场景给震慑住了，他惊叹中国小孩过年的净收入，指着翟耀达、张大铁一直问我，那他们这种高收入人群难道不需要交税吗？然后刚从我妈那走，我就跟翟耀达说，我说压岁钱一会儿都给我啊。拿铁立马就给我了。翟耀达开始反骨了，问我给我的钱为啥给你呀？温迪也过来了，对呀，给他的钱为啥给你呀？我说那他平时不得花钱吗？光上学就得多钱呢。温迪说，这话说的，那如果过年没有压岁钱，你让你的孩子当文盲啊，不接受文化教育了，那给孩子的就是给孩子的，你既然都给了，你就得让孩子享受可以自己花压岁钱的快乐。我就懒得跟他掰扯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我就忘了。过2天我们就去了哈尔滨，到哈尔滨我就发现了一些端倪。哈尔滨呢有个老虎园，这老虎园你可以买了肉坐车进去喂老虎，也可以只花车票的钱不喂干看。那温蒂的性格呢，你们也知道，他恨不得车钱都不掏，就自己溜达进去。我说那肯定是不会买肉的，没想到人家温蒂今天不光要给老虎喂普通的肉，还要给老虎买活鸡喂，不光要买活鸡，还非买那个贵的，80一只肉食鸡，150一只笨鸡。温蒂说咱要买就买那个贵的笨鸡 ，stupid chicken， 人家一共剩6只 stupid chicken， 全被温蒂包了。我当时就纳了闷了，他自己儿子都舍不得喂的人，今天花血本喂老虎。出来到了那个纪念品店，温迪也是买冰箱贴、老虎纪念衫，还给早达拿铁买玩具。我正搁这理解不了呢，张拿铁说漏嘴了。张拿铁告诉我，妈，你快点挑东西，我姐兜里就剩5块的了。我才整明白，载奥达的压岁钱放温迪这保管了。这次出来玩，看起来是温迪一直在给自己和周围所有人慷慨的买东西，实际上花的都是我妈的钱。当然，人载奥达也没忘了他的姥姥，借温迪手机给我妈打视频问姥姥，我们现在在老虎园，你有什么喜欢的，我给你买。我妈正搁那跪地上干活擦地呢，赶紧跟孙女说不用，姥啥也不要，你玩的开心，姥就开心啊。我就瞅我妈还搁那含辛茹苦呢，给孩子钱都被温迪花了。我看着温迪搁那花钱，我在看我妈搁这费劲哈腰拖地呢，我这个心疼，赶紧给她安排上科大讯飞 AI 扫拖机器人 X3，它能识别人体姿势和手势动作，直线要扫的地方精准锁定，快速打扫。遇到液体污渍先拖后扫，还可以说哪扫哪，含生小费可以打扫家中各种地方。但是这个事儿属实是让我不高兴了，我真不高兴了。我觉得我妈攒钱给孩子也不容易，就这么花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妈。可是没想到从哈尔滨回来，温迪拿着他的家园跟我说，让我给他换点人民币。他把换回来的人民币一共1200多块钱都还给早达了。温迪跟我说，我不可能花孩子钱的，我只是听早达说他年年收红包都特别开心，但是没有1年能自己留下压岁钱，能自己花一次。我就寻思让他也过把瘾，想买啥让他买点啥。我姐姐有好多的钱，我怎么没有啊？因为你都给妈妈了呀。我为什么要给你呀？那你当时就是给我了呀，你自己给的。不可能，我傻呀，我傻呀。